这刚刚在旁边买了几瓶矿泉水，买了几箱。我们这看着近，就拿了这个袋子过来，咱就这个冰上面直接把它拖着就回去了，就等于一个简易的爬犁，是不？你拖了试试看。上个重的给你留着。行，这只有在这个公路上拖了，公路上有冰，感觉还挺轻松的耶。还可以啊。这边人行道上这些冰都铲干净了，没有冰的话那就拖不动，在这个冰上面拖着它是滑溜的。哈哈。这几天这边天气太冷了，你看这早上起来全是雾气，这雾气要到中午的时候它才能上去了，这都半上午了，10点多了。跑得快不快？快！为什么你的就脱烂了？你的没脱烂吗？我的一点没有烂啊！真的，我的脱烂了。就这么远点，就200-300米。来，咖啡把你解掉。昨天就没有拴你，就跑到我们床上去了。今天就只有把你拴着了，对吧？我们走了就只有把你拴着。现在我们回来了，他去看去了，买的啥好东西了？来，上来，烤火，上去啊！不知道你要干啥，你就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从那个袋子里面倒出好多血来，哥们儿把那个袋子给拖破了，全是血。这没买到多少，就买了7件，他那里没有这种的，除了就是贵的，贵的我们没买，因为这想着就拿来做饭。对呀。烧水的话也买太贵了，我是感觉没啥意义啊。看吧，我们这好久都没有买了，还有半箱呢。这基本上7件放下去，应该也差不了多少了吧？可能又要装满了啊。肯定把它装满噻，这个水这个东西它又坏不了。这下面的，下面这一层的，挨着这个地板的，全都结成冰坨坨去了。这上面的呢还好，上面的因为我们烧着炉子的，温度高一点，还没结成冰。你看这种是在人家店里面买的，都结冰了，都冻得嘎嘎硬。还没装得满，本来我说买10箱，结果他没这么多了嘛。10箱的话就刚好装满。还有这么长一节没有装得下。没事儿，这个天现在到处都能买到，把这些雪给扫出去。要看雪的话，来这边东北挨得很多朋友们。这多的怎么说呢？还要把它扫出去了。记得在重庆的话，和女儿一起去什么金佛山、仙女山玩，还要带点回来。带点回来有的时候家里面的老人整什么那个叫什么盐蛋，对，说用那个血水拿来泡盐蛋好。这里你给我泡。这还有一个大问题啊，朋友们，我们昨天就想开着走的，结果那机器没打得着，这才从修理厂开出来，不是机器的问题，因为这边天气太冷了，这几天我们那个-35号的柴油都给冻上了，结蜡了。现在10点多都是零下38度，最低温度零下42度，10点35了。我们油箱里面全都是-35号的柴油，还别说打机器了，直接我们那个加热器那个油就给结蜡了，冻住了，那个加热器都开着没反应，那个发动机的，这是一个大问题。它零下35、6度，零下36、7度和零下42、3度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。因为零下35、6度那-35的柴油没问题，一上了零下40，一切白扯。你就不下来了，你就在车上。这我们昨天买的煤，买了1000斤，
全部装完了之后还剩了4袋。感觉这个管都是硬的。就是啊，这边你看，好硬啊，冻得邦邦硬。嗯，你看这些管子上面都全是那个霜，这一根管就是这个加热器的油管，那冻得像钢筋一样，你还不敢使劲使劲，它还会断。再开上吧，再开上试试看。这等等再看。这拧开看一下，有没有看得到吗？我拿的有棍儿，你这样能看见啥？因为我昨天我看那旁边那师傅就是这样弄的。拿根棍儿去敲一下，是吧？看嘛，有点结蜡了，它不是那种特别的顺滑的在底。哦，因为这是-35的，0号的那早就冻上了。哦吼，熄火了，是吧？听这声音嘛，它一会儿就去不了油。对。哦，基本上没有去油了，就是那个玩意儿在帮油。哦吼，熄火了。熄火了。它这油这个管过不去是吧？结这蜡了。下面的那个叫什么粘稠了，那种结蜡了，冻上了的话，它这个管子是肯定去不了的。嗯。基本上没啥反应，这个一个摆设，看这个管上面的霜都没有化，因为这油过不去。啊，都能看见这个油管里面有那种冰碴子。我把这个车头给弄起来之后，让它晒晒太阳，看等会儿下午2、3点钟最暖和的时候，看有点希望没有。因为昨天我也是2、3点钟的时候打了一下机器，啥反应都没有，想都别想打着。算了，关掉吧，这它现在响都不响了。再过2个小时来看。关掉。这玩意儿它油给冻住了，也是一个摆设。关键是这不好加负50号的油。如果说能加到负50号的油的话，我感觉我们这机器就能打着。那负35的已经不行了。你干啥嘞？外面这么冷啊，给你说到里面去烤火。你看你这一个脑袋。又是眼睛，又是鼻子，眼睛都负了。走进去烤。给朋友们看一看，我们旁边这个大哥，他这辆车，因为昨天他给冷集村啊那个管子进去了来，他就把这个车给打着了，但是他弄了起码2个小时才打着了。他的东西要先进得多，也不叫先进吧，实用。它这玩意儿也是和我们那个是一样的吧？应该那个发动机的加热器，看嘛，这也是2根那个管子，那个防冻液的，但是它的油箱是铁的，它的油底壳也是铁的。我看他拿了一个喷灯在下面的烤油箱，还有它这里有一根管，就是这个加热器的。这个排出来的尾气这根管直接对着它那个发动机的油底壳吹，因为它那个油底壳是铁的嘛，油箱也是铁的。我看它还烤了后面那一个后桥和齿轮箱，这些都全部烤了的，烤了差不多2个小时，它才把车打着。我们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希望了，因为我们这个油箱是塑料的，首先一点不能烤。我们的这个发动机的油底壳也是塑料的，也不能烤。还有我们发动机的油底壳是塑料的，不能烤之后，我们安的这一个发动机的加热器，这一根不是排气管吗？它出来的是热气，也不能接管子去烤那个油底壳，因为是塑料的。种种因素一结合起来，就
基本上没啥希望了。朋友们看一看这个雪山，全是他们大货车拉到这里来倒的，应该是属于城市道路清的积雪，拿来倒在这个坝子这里的，好多一堆就是一车，这些冻得像冰一样。哈哈。我们的车就停在这个坝子旁边的，上面就是根河市区了。基本上像他们那种货车停在外面的话，昨天我听我旁边那货车的大哥说的，那种他们就是一个冬天都不干活了，就停在外面。如果说要干活的话，每天晚上都要停在暖库里面，不然第二天早上一样的打不着车。他说像他们这边冬天没什么活干，他们就不用去租暖库。租暖库的话，他说也许租来那干点活赚不了啥钱，所以说他那车也是就停在露天坝的嘛。他说今年就不去干了，没啥意思，这打个车太费劲了。这要拿袋煤进去哦。昨天那半袋就基本上烧完了，一下午，一个中午、下午加晚上，一天都没烧得过，还是要烧几十斤。说这个煤好点，但是它烧不了100斤了，可能烧50斤。咱看这一袋煤嘛，又能烧多久嘛？这马上中午了，这拖进去，这一袋应该不止100斤。呀！这个要来一起抬了，我提不动，太重了。呀！这一袋可能100斤，怕有，挺重啊。咱拎不动，感觉不止100斤。你这样算嘛？我们这个桶加外面的那个水箱，装500斤。我们这个桶不是还剩了半桶吗？剩100斤嘛。外面水箱装200斤多一点，就装了400斤，不是还有600斤吗？600斤就装了4袋半，那一袋100斤有多？就是100斤。烧，不要怕。这里就还剩了这么一点了。整点进去，这种有点大哟，挂带。这里面那一坨都是大的，敲都不想敲了。泡杯茶来喝没事儿，这天天在车上，开了吧这个水，开了。我就怕的是这种玻璃杯子一下给烫炸了。注意到我等会儿杯子烫炸了，有点黑人弄。这个雪好粗，有点像盐，粗盐的那种。有些网友们说的，这天气越冷，这个雪它的那种颗粒就越粗。我们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们这从小都没见过雪，今年到东北来是看安逸了。这在车上哪点都好，就是特别的冻脚。这身上说老实话一点都不冷的，就脚冻得很受不了。这里烤着，好像没啥味儿哦。刚刚我在这里看了一下手机，这天气预报，我们这车应该这1-2天是没啥希望了。看一下多少度吧。这现在都12点了，都还有零下34嘞。这看后面这几天，今天零下42，明天零下43，后天零下41，但是这就暖和了，零下32。
零下32的话，我们那车就一点问题没有了。等于还有今天、明天、后天，还有3天，第4天就零下32度，我们这车就能打得着。只要在零下40度以下，不是那种叫什么零下37、8度、零下38、9度，基本上这些都还有点希望。只要上了零下40，那个负35的柴油结蜡了就没希望。这就是这么一回事。这还要挑战零下58，我感觉我们人能挑战，咱这个车好像不行了。这边这冷的，昨天我和这旁边这货车这大哥聊天的时候，他在说是去年还是前年，他说他看见有2个上海的小伙子开那种大的半挂车过来，那几天也是寒潮，零下45、6度，别人那车是能打得着，车打着了，打着了之后那个油供油不足，一会儿就熄火，一会儿就熄火。他说差点把那俩小伙冻哭了。他说没来过这边东北，不知道这么冷啊，负35的油，费不尽的力气，车打着了，它供油不行了，因为它结蜡了嘛。你还是不敢开呀，还是要熄火。等着吧，等着这天气回暖了就好了。天气回暖了，车打着了，可能我们都要离开这里了，我们这装备扛不住。看看咱家黑哥今天做了啥好吃的？做啥？白菜豆腐汤，刚刚才去那小超市买的，因为这在街上的旁边就方便喽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去买。哦，弄热了，在那里炒菜，吹会儿天然的大空调来。啊，这个冷气好爽啊！硬菜来了，回锅肉炒青椒，确实是回锅肉哦，因为昨天煎的。这回锅肉回了一下锅，比昨天炒的时候还好吃点了。走一个，朋友们，饭吃了来，不要慌，饭吃了来，再去看我们那个宝贝机器。你别说，我们那机器真的是宝贝哦，烤又不能烤，烧又不能烧，只有让它自己在那里画。哎呀！如果说那个油底壳和油箱是铁的话，就可以来暴力的那起，喷灯直接给它直接烤，这玩意儿不行啊！咱只有这里等着呗。饭吃了的话，可能1点多，那时候要暖和一点。咖啡。今天我煮的这个饭不香吗？他说我又吃不了。那行，你烤火吧，继续睡。最开始我们这个炉子买来，这个配件我不知道是干啥的，我还问那个客服，我说这还有一个零件，我说我不知道上哪里，他说是挡着这个什么烟管的，他说做饭这个火就不往这个烟管这样跑，因为没烧过呀。我说这些配件我全都上好了，怎么多了一块？再加点煤，加点煤之后我们就出去看那个机器了。所以现在已经1点多，快2点钟了。再过个1个多小时，不到4点钟，这边天黑了的话，那今天一天又白扯了。加点进去，一会儿回来暖和一点噻。咖啡你都要去吗？行，把煤加点来哦。现在太阳都快晒不到这个机器了，已经只能照到这么一点角落了。再把那个加热器开了，试试看，看怎么样？摸一下这个管子来，哎，比早上好像要稍微暖和一点了。那些霜都自己晒化了。再看一下，
好像还是不行了。看这一点，它这个油过不来，看嘛，这里有点空气就能看见，它这个油走不过去就没办法了。比早上稍微好那么一点点。还有，刚刚我在看这里又在漏防冻液了，因为这个天冷呢，它这种塑料的管啊，它热胀冷缩，天气暖和的时候，这个车这些机器没有哪里漏油，这个天气一冷了之后，不是这里漏防冻液，就是那里漏机油啥的，到处都在漏。好像滴到地上去了那里。哦，那个黑点那里是吧？反正天冷呢，它到处都在漏，就是那个热胀冷缩的原因，应该我把它紧一紧。是不是坏了这个？熄火了，它不是坏了，这里就能看见我刚刚说的，它油去不了。它去不了油就没办法，它没有燃料，它怎么工作？那倒是啊。我把这个给拧，看得到不你？看得到。看嘛，一下能拧动，热胀冷缩。这个管都暖和了哟，软了，你看。软了。软了。这油管呢还是有点硬，特别是这一根，挺软的。这又弄了几次，终于好像这个太阳晒了，这个油化了一些了。这玩意儿是开上了，开上了。水温现在也有了，咱再去试一下这个机器，看能打得着不？希望能打得着吧。哎，现在还没有水温呢，但是摸着那个管已经暖和了。这里还有那个发动机加热的那个圈圈，不然加热几次再看吧。哎，没有了，咱开始试了哟。一定要着，一定要着。这电瓶又没电了，这下面的是不好开，按过来很难点。对，在床下面去了。耶，香了，可以了。这把双电瓶隔离器开上，看能打得着不？走吧，趁那还有温度。赶紧试一下。那隔离器也开上了，主要我感觉是那个应该是机油太粘稠很了，太冷了，太冷了，那个机油太粘稠。我们这个塑料的我就一直在强调，塑料的油底可以不敢烤啊，是像他们那铁的拿来给它一烤的话，应该就能打得着。这咋整呢？只有等着呗。这我后面800多万的电瓶的电接过来，这玩意儿就转都转不动，那个马达，就没反应了。哎，算了，只有等着天气暖和了来。还有一点呢，朋友们，我们这个车虽然说是货车，但是它整车的系统是12伏的，你看就一块电瓶，那个启动马达也是12伏的。我在想，他们那些都是24伏的呀，是不是24伏的那启动马达那对吧？好启动一点是不？想那个道理的话，那不是电要足一点吗？24伏，这玩意儿12伏，不知道怎么弄了，咱是拿它没办法喽。这坨铁疙瘩，算了，走吧，进去。哎，这怎么？这街上还有牛呢？啊，对，那里呢？啊，哎，这里还有一个。这市区啊，跟市区，他们可能是2个，也来赶集的。看吧，我们这后面有电呢，还有83%的电，电压13伏。这玩意儿810安的电瓶，不要怕。昨天才买了1000斤煤的，
随便在这里停着烧，这街上买菜、买肉、买什么都能买到。慢慢等着，2、3天的事情一晃就过了。哇，暖和的很，我们车里面，只要不出去的话，是不咖啡？